姚墨，虽然我和你是夫妻，你曾经也给了我优厚的物质生活，但再多的钱也买不了我3年的青春。我和你到此为止。废物！时代变了，你那点俗世财富，在海洋末世连垃圾都不如。浩辰刚刚觉醒了 C 级天赋，只有他才能在这末世活下去。我要和他永远在一起。你现在已经毫无价值了。苏晴，你不是说过要和我白头偕老？你说要和我永远在一起。你说你爱的不是我的钱，是我的人。逗你玩的，你还当真了？全球末世浩劫降临，地球所有陆地彻底沉没，全球70亿人类全员强制传送海洋位面，绑定全民海洋求生系统，残酷的海洋末世正式降临。检测到宿主濒死状态，触发极限绝境觉醒。天赋觉醒成功。检测到宿主未开启新手福利，新手宝箱待开启，是否立即开启？打开。新手礼包抽奖启动，随机抽取奖励中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锁定 SSS 级终极奖励。恭喜宿主抽奖成功，获得 SSS 级永恒方舟。背叛我，踹我下海。苏晴、张浩辰，你们弃我如敝履，我便逆天翻盘，登顶海域至尊。啊！说好的永恒方舟，我还以为至少不会比航空母舰小呢。怎么就是一艘小木船？永不沉没，有这条特性在，我的永恒方舟岂不是可以无限进化升级？检测到全服玩家均已开启新手宝箱，10秒钟后开启全局风暴模式。现为全服所有玩家发放应急福利，奖励青铜宝箱、新手动力宝箱乘1。动力宝箱，刚好我的方舟没有移动装置，正好补齐短板。开启宝箱。动力宝箱抽奖启动，随机抽取奖励中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锁定最高品级紫色 B 级奖励。恭喜宿主抽取成功，高速柴油推进器，获得 B 级道具。道具融合。全服倒计时结束，全域风暴模式即将开启。得尽快远离风暴。凭什么？别人都是船桨风帆，我开出个乒乓球拍，这玩意儿能划得动吗？全域风暴模式正式开启，祝所有求生者好运。浩辰，快点划，风暴要来了！再慢，我们要被海浪掀翻的！我知道，这风太大了，根本划不动。
永恒方舟不愧是 SSS 级神船，刚刚那种级别风暴，竟然连一点晃动都没有。全域风暴模式结束，本次风暴为末世基础生存考验，全服存活人数占比 95%， 正式开启为期3天新手保护模式。新手保护期内，全球海域禁止高阶海哨刷新，禁止玩家恶意厮杀掠夺。保护期内，全海域将不间断随机刷新各类物资宝箱，同步解锁全球世界频道、海上交易系统，所有人可自由交流互通物资。温馨提示：3天新手保护模式结束后，海域将随机刷新风暴、极夜降临、深海漩涡、海底深渊等致命天灾模式，请各位求生者提前储备资源，升级船只，做好备战。3天新手保护期。还无限刷新宝箱，搭配我的 SSS 级奇迹指定天赋，这3天就是我疯狂囤资源、急速发育的黄金时间。太好了，风暴终于结束了，刚才差点被浪掀翻淹死。存活率 95%， 也就是说刚刚一死了几亿人。还好有3天新手保护期，终于能安稳搜集资源发育了。交易系统开了，有没有人换淡水？我用鱼肉换，急需。有没有大佬有多余船桨？高价换。刚才风暴把船桨差点弄丢了。张浩辰、苏晴，你们安稳苟活吧。等新手保护期一过，我会让你们付出背叛的代价。开启宝箱，白银宝箱抽奖启动，随机抽取奖励中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锁定最高品级红色 A 级奖励。恭喜宿主抽奖成功，获得 A 级道具全自动深海捕鱼网。道具融合安装。效率不错，全程自动作业。恭喜获得，恭喜获得，恭喜获得，恭喜获得。推进器燃油键，捕鱼网也快没电了，难怪都说末世生存基础资源为王。想要升级2阶永恒方舟，必须补完这些基础资源。全部求够基础资源。我操！大佬批量收基础资源，鱼换材料，这波血赚！我缺食物，快饿死了。我宝箱里开出了不少木材，我立马换。大佬，我有天赋双倍木材，我这里木材管够，我想换一副船桨。我操！大佬挂出来的这是什么 ？B 级的自动诱鱼灯。怎么可能？杨默明明被我们踢下海溺水了，他为什么没死？不仅没死，还混得这么好，一下子拿出来了10几条海域交易，他凭什么拥有这么多资源？浩辰，你的 C 级天赋宝箱达人不是可以每天自动获取宝箱吗？我的天赋8小时才刷新一次宝箱，而且开出的东西完全随机。最高不超过 C 级，根本没法掌控品质。好在这次宝箱运气不错，开出了少许淡水和饼干，已经比大部分路人玩家强了。凭什么？我们只能啃发霉饼干和浑浊脏水度日，他却能吃最新鲜的海鱼，用最顶级的道具。慌什么？现在只是新手保护期，他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等保护期结束，风暴海兽降临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资源、船只，迟早都会变成我们的。短短半天时间，
就已经集齐永恒方舟2阶升级所需全部基础资源，甚至超额翻倍。大佬您好，我手上有一台完好无损的小型柴油发电机，请问你有兴趣收购吗？这种冷门道具，不知道这位顶级大神会不会看得上？希望能换一点物资撑过新手期。柴油发电机，我的全自动捕鱼网电量只剩10%，马上就要彻底停机，正愁没地方补电。这东西对普通玩家确实没什么用，大家都在抢食物和淡水，没人关注供电设备。但对我这种拥有大量高阶电动设备的人来说，是真正的顶级刚需。我要，你需要什么物资交换？大佬，我不要太好的东西，随便给我一点淡水和压缩罐头，我就满足了，我快撑不住了。一台稀缺发电机，换点淡水罐头太亏了。交易创建成功，物资已自动投放至双方船只。谢谢您，大佬。大佬，我身上有个特殊天赋，我可以报答您。大佬，我手里攒了7个木质宝箱，您如果可以给我2个木质宝箱，我凑齐9个木箱，就能合成3个青铜宝箱。再熔炼一次，最终给您合成一个白银宝箱。木质宝箱最高只能开出 C 级物资，青铜宝箱最高产出 B 级物资，白银宝箱最高能开出 A 级高阶物资。这2天新手期我海域横扫，也只遇到过1个白银宝箱，开出了 A 级全自动深海捕鱼网。可以，合成白银宝箱之后，我会用1件 B 级物品和你进行交易。白银宝箱虽然珍贵，但开出 A 级物品的概率微乎其微。我这种倒霉蛋，开的最多的就是淡水和木材。大佬用 B 级物品和我交换，我赚大了。这位大佬居然这么信任我，不怕我拿到宝箱直接跑路，太善良了。大佬，你居然这么信任我，我真的太感动了。天赋万箱熔炼启动。大佬，你无条件信任我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。交易成功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锁定最高品级 A 级奖励。恭喜宿主获得 A 级道具高精度海域雷达。太好了，有了雷达，以后搜寻宝箱、规避海域危险就方便多了。提示：当前1阶永恒方舟甲板空间设备卡槽不足，无法搭载更多高阶设备。果然，1阶小船的局限太大了，是时候升级2阶方舟了。即刻升级永恒方舟，检测资源充足，1阶升级程序启动。升级成功，恭喜宿主解锁2阶永恒方舟。超大储物，这下彻底不用担心物资太多，船里装不下了。搭载高精度海域雷达，高阶设备搭载成功，雷达系统全面激活。有了这透视雷达，整片海域的资源都被我拿捏了，发育速度直接拉满。大佬，以后我随时帮你熔炼宝箱。同意。新手保护期之前的风暴，就让1000万人丧生。徐妍妍这种顶级辅助天赋，能让我发育的速度能提高数倍不止，可不能让他葬身大海。等新手保护期结束，找机会过去和他会合。
闲来无事，晒晒太阳，惬意度日。我操，这船还是人能拥有的。对比我的破烂木筏，我破防了。有船舱，有甲板，看着又大又稳，这大佬到底是什么神仙运气？他明明只是个普通人，被我们踹下海必死无疑，凭什么现在过得这么好？杨默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你身上所有资源全部送过来。我可以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原谅你之前的不懂事，给你一次重新回到我身边的机会。呵呵，重新回到身边的机会，不必了，这种机会还是让给张浩辰吧。滚！滚！急什么？等新手保护期一过，那艘船，它的一切都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况且杨默身上最值钱的不是资源，而是他身下那艘独一无二的船。没错，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一定要全部拿回来。太夸张了！大佬找宝箱的速度根本不科学，普通玩家几天时间能找2-3个木箱就已经运气爆棚，大佬一天能找到10几个宝箱，这就是顶级大佬的发育速度吗？这几天让徐妍妍帮我熔炼出了4个白银宝箱，也不知道能开出什么好东西。全域海域危险解禁，风暴、极夜、深海漩涡、海底深渊、变异海兽将在全球海域随机刷新，无规律降临。救命啊！我这边天空肉眼可见的快速变黑，是极夜天灾，我好慌！前方5公里海面直接塌陷，超大深海漩涡出现了，我的木筏正在被强行吸附，到处都是天灾危险。刚安稳3天，这下又要死人了。检测到高速大型移动物体，判定低级变异海兽，目标距离30公里，急速逼近，预计5分钟后进入船到1公里警备范围。来了，解禁后的第一批海域异兽。永恒方舟的永不沉没属性，只保证船不会沉入海底，可没说能抵御海兽冲撞、巨浪拍击。一旦船体被掀翻，我坠入茫茫深海，没有任何防护，绝对必死无疑。还好有徐妍妍在。万香熔炼的顶级辅助天赋，让我在短时间内积攒出了4只白银宝箱。希望这些箱子里能开出对付海兽的武器。开箱成功，获得 A 级物资深海抗压合金配方。开箱成功，获得 A 级物资海水净化器。
开箱成功，获得 A 级物资高能蓄电核心。全是生存道具，剩最后一个宝箱，再开不出战斗武器，只能立刻启动全速推进器，放弃对峙，直接跑路。开箱，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。开箱成功，恭喜宿主获得 A 级极品海战武器电磁脉冲炮。武器介绍：舰载专属雷电火炮，搭载高压雷电内核，专为猎杀各类海洋变异兽打造。武器品级 A 级。居然是 A 级的电磁脉冲炮，有了这门杀器，区区变异海兽不足为惧。舰载武器匹配成功，电磁脉冲炮安装完成，等待能源接入。检测到适配 A 级能源核心，正在启动能源联动。高能蓄电核心与深海电磁脉冲炮供电通道搭建完毕，武器100%激活，随时可发射。变异海兽高速逼近，现已进入5公里警戒范围。来得好，正好让你试试我新武器的威力。恭喜开出 D 级物品沙漠之鹰，附赠属性无限弹匣。哈哈哈，出武器了，2把沙漠之鹰，还是无限子弹，我们终于有自保的火力了。有枪在，管它是什么变异海兽，只要还是碳基生物，来一个鲨鱼！区区血肉畜生也敢来招惹我们，死，都给我死！还好有号称你的专属天赋宝箱达人，能开出武器自保。那个杨默怕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，他就算手握再多海鱼，攒下再多资源又如何？没有强力战斗武器，遇到海兽肯定只有死路一条。我的 C 级天赋百里挑一，这才是最强的天赋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早晚能开出 C 级物品。到时候我让杨默跪下来给我磕头。终于来了个像样的对手，就是不知道你能挨上几炮。话说，我也好久都没吃过铁板烧鱿鱼了。开火！成功击杀高阶变异海兽，检测到特殊道具海神元晶。海神元晶，2阶永恒方舟进阶3阶神剑的核心必备材料。海域雷达，给我全力搜寻附近的变异海兽。区区变异大白鲨，还不是被我2、3枪打走？
居然开出2把枪，太欧了吧！你们这些 F 级、E 级天赋的玩家，好好睁大眼睛羡慕吧。浩辰的 C 级天赋和你们相比，就是云泥之别。恭喜玩家杨默全服守卫成功击杀3阶变异海兽，达成全球首杀成就，奖励黄金宝箱。我的天，3阶高阶海兽，新手保护期刚过去就有人杀了。凭什么？为什么他不仅没死，还能击杀3阶高阶海兽？你不过开出一个地级沙漠之鹰，击退一只1阶变异海鲨，人家杨默已经拿下了3阶变异海兽首杀。我真是瞎了眼！当初我要是没有背叛杨默，我现在是不是也能跟着拿黄金宝箱坐拥神剑？张浩哲，我真是看错你了！够了！你现在后悔有什么用？当初是你自己要我踢走杨默，现在看人家发达了又开始眼红。别忘了，要不是我，你刚刚早就被大白鲨一口吃了。凭你那地级天赋白日梦，你在海上1天都撑不下去。终于集齐进阶核心材料，立刻升级永恒方舟。恭喜宿主，永恒方舟成功进阶3阶，所有搭载的装备同步触发全面解锁，彻底解除体型限制束缚。原来我开出的 A 级和 B 级装备，受限于船体大小没能彻底展开，只有等永恒方舟晋升3阶，才能彻底显露威能。3阶船体支持设备互联，全设备能源数据互通成功。3阶神剑成型，还解锁了海域威压特性，低阶海兽直接不敢近身，这下安全性彻底拉满了。大佬，救命！这边海域出现了一大片诡异迷雾海域，迷雾里有未知东西一直在围着我的木筏转，我快要被困住了，根本跑不出去，能不能救救我？诡异迷雾海域，徐妍妍这种顶级辅助天赋，她的命我绝不能放弃，我保了。现在我和徐妍妍之间的距离是300公里，全速前进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柴油推进器满功率启动，智能巡航路线已自动规划完成。别慌，我已经全速出发，待在原地不要乱动，我很快就到。太好了，新手保护期刚过，大家都在忙着自保，大佬居然因为我的一条求救消息，就跨越几百公里来救我。我一定要坚持到大佬到来。该角色的顶级辅助天赋，放眼整个海洋末世都是最顶级天赋，这种独一无二的顶级辅助人才，绝对值得我亲自奔赴300公里救援。只要将他彻底收入麾下，双人天赋联动，无人能挡，称霸整片海域，只是时间问题。这片迷雾果然诡异，隔绝视野，隔绝声息，难怪徐妍妍会被困在这里。全速驶入迷雾海域。不过我如今已是3阶永恒方舟，解锁了专属海域威压特性。海域威压全开！新手保护期刚结束不久，徐妍妍这样的新人应该不会遇到顶级海兽。
这是大佬。检测到绑定好友徐妍妍处于临近海域，是否允许接纳好友徐妍妍登舰？允许。有救了！你怎么样？大佬，你终于来了。情况不太好，全是皮肉外伤，加上长时间惊吓，体力透支，必须立刻疗伤。可我每次开宝箱都用天赋锁定战斗基建顶级资源奖励，从来不会刻意选低级医疗用品，自然没有储备。现在身边也没有可及时开启的宝箱，仅剩之前首杀海兽奖励的黄金宝箱，暂时不能随意动用。高价收购所有疗伤药品、急救物资，不限品级，有多少收多少，可换海鱼、淡水、基础建材、高阶稀缺资源。太好了，杨默急着收疗伤药，肯定是他伤得极重，撑不住了，说不定马上就要死了。急了，他终于急了。新手保护期已经彻底结束，他再厉害还能扛得住热武器子弹？只要有机会靠近，我就能一枪带走他。到时候他的神剑，所有资源全部归我们。这些全换。要齐了，忍一下。起效了。这样应该舒服些。这就是黄金宝箱，开箱。普通木质宝箱最高品级只有 C 级，青铜宝箱最高开出 B 级，白银宝箱封顶 A 级。果然，黄金宝箱封顶是 S 级物品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锁定本局最高 S 级奖励。开箱成功，获得 S 级专属神物海域地基核心。这是什么东西 ？S 级海域神级核心，可自由选择任意海域坐标，强行缔造一座固定不可移动的私人专属岛屿。道具使用后无法回收，永久生效。原来是可以搭建固定基地的神物。永恒方舟再强，终究是海上移动战舰，漂泊无定。拥有一座固定岛屿，就等于拥有了绝对安全的陆上基地。不过海域基地核心是一次性使用物品，选址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毕竟这可是以后的大本营。就是那里。果然有反应。就这里了。天然的防线。如今全球陆地彻底沉没，全人类都漂泊于无尽海域。这片迷雾得天独厚，再加上海底盘踞海量海蛇，很方便我隐藏自己的私人岛屿。就在此处，缔造专属岛屿。检测到 S 级神物海域地基核心，锁定当前坐标，开始构建海域地基。来了，地基在成型。出来了！岛屿为一阶初始形态，基础面积有限，可通过吸收海域资源、特殊神材、海域本源持续升级，后续可不断扩张面积，解锁地形。原来是可成长岛屿。
可以靠过去了。3重保险，终于。脚踏实地的感觉太舒服了。不过现在岛上光秃秃的，啥都没有，看着有点空，好想种点东西啊。中间这块开阔地，以后建主屋和仓库，住人储物都方便。靠海边缘，直接建港口，停靠船只，装卸物资。外围一圈流出来，以后建防御工事，加固屏障，把这里打造成固若金汤的海上堡垒。回去看看他。差点忘了这个，不能一直光赶司令。徐妍妍是自己人，以后海岛成型，方舟当压箱底的王牌战舰，还得有其他船只负责日常物资采集、海域巡逻、短途运输，总不能啥事儿都开方舟去。检测到可升级1阶载具，解锁3大升级方向，可任选其一进阶，升级后不可更改。快艇、渔船防御舢板各有侧重，选哪个比较好呢？永恒方舟主打战力和生存，电磁炮能轰杀3阶海兽，还有永不沉没的特性，防御和输出暂时完全够用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搜集物资，尤其是海岛升级，日常消耗都缺大量材料，必须优先补齐采集效率。高速侦察快艇刚好互补，体型小，速度快，配合我的高精度雷达，让徐妍妍在附近海域巡逻探宝，效率直接翻倍。启动升级，选择高速侦察快艇方向。材料消耗：木材乘50，铁矿石乘20，基础机械零件乘10。材料扣除成功，1阶破烂木筏开始进阶升级。成型了。细节到位。升级成功，1阶破烂木筏进阶为2阶高速侦察快艇。不错，小巧灵活，速度够快，正好能和永恒方舟形成完美互补。别抢，就这么一点食物，不够2个人分。我已经吃了10几天的干巴面包、过期饼干了，这条鱼给我！都怪你！要是你有点用，我们何至于抢一条小鱼活命？居然是蒸汽巨轮！老子这运气简直逆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光觉醒 A 级神级天赋资源掠夺，新手宝箱还直接开出 C 级蒸汽轮船。现在这片海域，老子说了算，我就是王！老大，最近世界频道一直刷屏一个叫杨默的玩家，名气大的吓人。他资源多到泛滥，全网无人能比，更是全服首位击杀3阶高阶海兽的大佬，风头完全盖过所有人。哼，杨默，他再厉害也只是孤身一人，独木难支。老子这段时间四处收拢幸存者，船上已经聚集了几10个弟兄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搜集资源的速度是他的数倍不止。他无非就是运气好，碰巧开出了高阶武器宝箱，侥幸击杀海兽罢了，没什么真本事。那是，那个杨默只是现在跳的欢，早晚被咱们踩在脚下。等着，老子的天赋资源掠夺，不光可以直接把对方的物资强行转化为自己的，更能把物品分解为基础物资。他的神剑早晚是我的囊中之物。前面还有2个落单的幸存者，开船靠过去，把人给我弄上船来，手下当苦力。
要撞上了！抓紧我！我不想死在这里。挣扎的样子倒挺有趣。下面的人听着，我现在给你们2个选择，要么乖乖上船，当我的人手给我干活，但是能活着，每天还会有水和食物；要么我直接开轮碾压，连人带筏一并碾沉海底喂海兽，是死是活，你们自己选。A 级天赋：集体掠夺发动，拆解敌方载具，提取基础资源。才这么点破烂资源，妈的，真是废物！活到现在就弄了个 F 级的破烂木筏。是，别杵着了，把这2个人拖去舱底，以后专职干苦力打杂。老大，等等，我有天赋，我有 C 级天赋，宝箱达人。C 级天赋，说说看，什么效果？我每8个小时都能获得一个木质宝箱。真他妈废物，只能开最低级的木质宝箱，有个屁用！你照样拖下去干活。哥，我不一样，我可以陪着你，好好伺候你。少来这套，老子最讨厌的就是女人。滚去舱底，别在我眼前碍眼。不要！我有用，我知道杨默的下落。对，老大，我们知道杨默的位置，我们能带你找到他。别动！这倒有点意思，就是我们认识。兜了半天，网到2条杂鱼，总算有点值钱的消息。她是杨默的妻子，我们一直和杨默保持着联系。只要我们给杨默发消息说他的女人在我们手上，杨默肯定会不顾一切赶过来。你当我是傻子？峰哥，我们哪敢骗？杨默手握海量资源，坐拥顶级战舰。要是这女人真是他的人，你们怎么会混得这么落魄狼狈？是真的，峰哥，我没有骗你，我现在就联系杨默，我可以证明。别耍花样。姐啊！杨默，救救我！我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。我想去找你，你把位置共享给我好不好？就算你不想见我，可怜我，给我一点资源也行。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，帮我一次好不好？够了，往日情分，这点情分，早在你当初狠心踹我下海，弃我而去的那一刻，就彻底断干净。原来如此，想要资源是吧？随便给一点就行。等着吧，等你死了，我多烧点资源给你。完了，等一下！过去了。看来你在他眼里一文不值。杨默，早晚找到你。杨默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负心汉！我在你身上白白浪费了3年青春，你从头到尾就只给了我几百万，现在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眼狼！峰哥，您别生气。我虽然不知道杨默现在的精准坐标，但当初我们就是在这片海域把他踢下海的，他绝对不会跑太远，他肯定还在这片海域范围内。我愿意帮您找到他，找到之后，您随便分我们一点东西就行。船都没有，你拿什么去找？先带去舱底做苦力。什么时候你能从木质宝箱里开出 C 级物品，我就放你自由。峰哥，不可能的。木质宝箱封顶奖励才是 C 级，而且概率低到离谱，开出来的全是木材、麻绳、矿石这些最基础的破烂资源，根本摸不到 C 级物品的边啊！活下去，关进舱底苦力舱。
这么说来，杨墨大概率就在这片海域藏匿发育，倒是省得我四处搜寻了。过来，动用你的天赋，地毯式搜查整片海域，务必给我找到杨墨的藏身位置。三阶海兽掉落的白银宝箱，应该能开出不错的好东西。天赋发动，奇迹指定，定最高奖励。开箱成功，获得 A 级专属道具深海全域气罩。深海全域气罩可全覆盖绑定舰船，隔绝海水水压、深海暗流，解锁舰船水下航行模式，可自由潜入深海任意深度，无视深海高压与海水阻力，持续时间2小时，冷却8小时。海下航行有点意思。所有船只只能海面航行，很容易被锁定位置。有了这个深海气罩，以后遇到难缠的对手，直接潜入深海隐匿行踪，打不过就潜航撤离，出其不意偷袭也完全没问题。不对劲，这片海域常年笼罩迷雾就算了，还聚集了海量海蛇盘踞不散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此停留，海蛇一直没散，这些海蛇显然是在守护什么东西。水下绝对藏着隐秘。大佬，我当初进入这片迷雾的时候，隐约在迷雾中看见有什么庞然大物从海底冲出来，只不过后来又不见了。既然这里是我们以后的大本营，那就必须要探查清楚才行。激活深海全域气罩，气罩绑定成功，舰船水下航行模式开启，全舰下潜200米。大佬，那是海蛇！好大的海蛇，远比之前击杀的三阶海兽恐怖数倍。检测到高阶变异海兽，物种5阶迷雾巨蛇，虚弱期，能力全域迷雾笼罩，海蛇群操控。原来整片海域的诡异迷雾、聚集不散的海蛇群，全是这头5阶巨蛇的能力。难怪这片海域如此诡异，原来是一头5阶霸主镇守在此。大佬，那只海蛇刚刚结束产卵。怪不得会进入虚弱期，5阶海兽本源加上珍贵蛇卵，全是顶级资源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既然你虚弱无力，那我便顺势杀蛇取卵，拿下这份天大机缘。电磁脉冲炮全力充能，锁定目标，开火！这么硬的鳞甲，果然和三阶海兽不是一个级别，居然能硬扛我一发满功率电磁炮，我就不信在同样的位置，你还能扛得住第2发。继续充能，不间断炮击。恭喜！成功击杀虚弱期5阶变异海兽迷雾巨蛇。系统提示：获得特殊道具迷雾蛇丹。道具介绍：5阶迷雾巨蛇核心所化，蕴含海量迷雾本源，可永久维持一片海域的迷雾屏障，无需持续消耗能量。蛇卵、海神元晶、迷雾蛇丹，全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资源。有了这颗蛇丹，我就能永久维持海域上方的迷雾，而且迷雾的范围、消散与否，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终于出来了。深海全域气罩使用结束，进入冷却状态。下次解锁使用时间8小时后。只剩10%的能量了，还好这头5阶巨蛇处于产卵透支的虚弱期，战力暴降90%，不然以它全盛状态的实力，我怕是只有逃命的份了。柴油发电组满功率运转，全力充能。慢慢回。这么多，大佬，你说这么大的卵能孵出海兽吗？等它们长大了，会变成5阶海兽吗？难说，变异海兽的血脉不是那么容易传承的。不过如果能顺利孵化，至少也在3阶以上。
到时候我们说不定会拥有一支3阶海兽大军。果然没这么简单，看来是咱们想的太好了。5阶迷雾巨蛇产下的卵，我们不知道孵化条件，更不知道该如何喂养培育，即使成功孵化，也未必能为我所用。等等，大佬，他在破壳，别靠太近，他在自己出来。好亮。不急着隔离，快了。他在带动别的。那是什么？接近了，站稳。要出来了。太弱了，提前夭折了。好可惜啊，大佬。应该是刚才深海高强度炮战震碎了海底孵化环境，硬生生逼得这批蛇卵提前破壳，导致先天不足，无法存活。拿它试试。有反应。这枚迷雾蛇丹出自5阶迷雾巨蛇，应该本身包含了迷雾巨蛇的气息和能量，果然可以催化蛇卵的孵化。成了。那颗怎么？这颗不一样。检测到高阶蛇卵异变，剩余蛇卵触发血脉变异，极小概率解锁远古迷雾蛇组返祖血脉。血脉返祖，居然是概率性触发效果。概率类判定，那不正好契合我的天赋？奇迹指定，锁定本次孵化最高概率结局。远古返祖血脉。丁顶级天赋奇迹指定发动成功，概率结局强制锁定成功。等着。银色，立得住。他在看你。天生为王。好漂亮的小家伙，其他的都是黑乎乎，这一条怎么是银色的？头顶还有2个小小的凸起，好可爱啊！一条鸭一群。一句话的事。让你的兄弟姐妹下海去吧。全下去了。铺开了。成了。不愧是变异血脉，对于普通的迷雾巨蛇血脉来说，天然存在着压制。这么说，只要能控制这条银蜥灵蛇，就能号令整个海蛇群。难得清静。救
救命！刚刚遭遇10级海上漩涡，木筏直接被撕碎，我现在抓着一块木板飘在海上，快撑不住了。谁有多余的淡水？我已经3天没喝水了，再喝海水我真的要渴死了，太绝望了！昨晚随机暴风雨突袭，直接掀翻船只，一无所有了。又碰到变异海兽了，根本打不过，海域生存太难了，到底怎么活啊？来了。全球数据检测完毕，全球幸存者剩余人数仅剩初始总人口60%，满足版本更新条件，开启全新海域势力系统。解锁海域羁绊模式，开放4大势力体系：联邦模式、工会模式、王国模式、小队模式。联邦模式，全员5等级阶级划分，所有成员地位完全平等，资源共享，风险共担。工会模式，会长拥有管理权限，可分配任务，统筹物资，收纳成员。王国模式，极致集权统治体系，国王拥有绝对生杀大权，掌握势力内所有资源、人员、船只的最高控制权。小队模式，小队成员之间不可相互攻击，但资源采集、海兽猎杀无加成，且队内超过1/3同意即可随时解散小队。全球人数居然只剩6成了，仔细想想也正常。这个末世海域根本不给普通人活路，随机海域深渊层出不穷的变异海兽，再加上无规律的暴风海啸、滔天巨浪，还有无数人被困海上，缺淡水、缺食物，最后活活渴死、饿死。能坚持到现在的人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王国模式权限太集中，所有资源都压在一个核心上，灵活性太差。我不喜欢这种束缚感，也没必要把模式做得这么紧。联邦模式全员平等，投票决策，看着公平，但流程太慢，真遇到突发情况，很可能来不及反应，不适合海域生存。最合适的还是工会模式，工会成员同海域范围内全属性小幅提高，采集效率、海兽感知度提升20%。核心成员可随时调配公共物资，无需交易。成员搜集资源，击杀海兽可累积积分，兑换工会专属材料资源。不错，自由度高，福利实用，既能抱团发育，又不会被繁琐规则束缚。是否创建专属海域工会？确认创建。工会名：四海工会，名称录入成功。恭喜宿主成功创建海域全新势力四海工会。第一步，从今往后，这里不再只有我一个人了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人手。大佬，四海工会这个名字听上去好霸气啊！有兴趣成为四海工会的001号会员吗？会长大人，001号会员向您报到。玩家邀请你加入势力四海工会，是否同意？恭喜你成功加入势力四海工会，成为001号会员。刚好凑齐材料，可以升级永恒方舟。是否消耗3枚海神元晶，将永恒方舟进阶至4阶战舰？进阶。恭喜！永恒方舟成功进阶为4阶神剑，当前品阶4阶，基础特性永不沉没、超大储物、海域威压、海域技能、海域技能，舰体接纳海域灵气，脱离发电机也可缓慢自主恢复能源，支持近海、深海双线协同作业。附件都有了。舰体虽然全面进阶，但是动力短板彻底暴露了。原本够用的 B 级柴油推进器，面对4阶神舰的庞大体量，输出功率明显不足。舰艇速度不足，就意味着收集资源的速度变慢。现在新手保护期已经过去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稍有不慎，猎人也会变成猎物。我必须更换高阶动力装置，看看谁手里有货。先筛掉垃圾信息。高价收购高阶动力装置，可兑换高阶资源、矿石、海兽材料。早晚。赵峰已创建专属集权势力狂涛王国，是否选择加入势力？王国模式，一旦加入，我们的性命都在赵峰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全是他一句话的事情。你现在知道怕了？怪谁？还不是你当初干的好事。要是等杨默开出极品战舰再把他踢走，那他现在的一切就都是我们的了，又怎么会被逼着加入王国势力？你还是不是男人了？都怪你天赋废物！哼，再废物也比你地级的白日梦要好。你们2个上船最晚，半点功劳没有，给你们挂奴隶身份，过分吗？不加入也可以，我现在就丢你们下海。同意加入。同意加入。
加入势力成功，奴隶。老老实实铲煤干活。张浩辰，你不是有 C 级天赋吗？什么时候你能从木质宝箱里开出 C 级物品，我就赦免你们的奴隶身份，破格升为平民。杨默。我手中持有一台 A 级涡轮动力装置，可当面交易。先报你的天赋能力。B 级天赋飞行共享，可操控海鸟，全域探查海域。我不需要任何资源、材料兑换，唯一条件，交易后允许我加入你的势力。B 级飞行共享天赋，探查能力确实还算不错，在普通玩家里面算得上优质天赋。但我永恒方舟自带高阶海域雷达。这个能力对我而言用处极小，完全属于鸡肋。可4阶方舟急需高阶动力装置，这台 A 级涡轮引擎刚好是我现阶段最需要的核心物资。既然想要装置，又不能引陌生人上主舰探知我的据点，那就单独驾快艇前去交易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绝不带对方靠近迷雾海域半步。移过去。2阶快艇 B 级柴油推进器属于超配动力，性能完全溢出。快艇动力改装完成，搭载高阶推进器，航行速度、冲刺极限大幅提升。可以出发交易，我发你定位。此地距离海岛核心基地整整300公里，不会有暴露的风险，就选在这里进行交易吧。这小家伙这几天食量直接翻了好几倍，胃口大得吓人。不过他的鳞片质地愈发坚硬，防御力不俗。如今的战力已经完全堪比1阶变异海兽。好凉，好光滑的鳞片啊！这些天捕捞上来的海鱼，一半都进了他的肚子。峰哥，上钩了。这几天我持续放出飞禽全域搜寻，始终锁定不到杨默的藏身点。但刚刚他主动发送了交易坐标，位置距离我们大概500公里。全速前进！我可以给你大量高阶资源、海兽材料、生活物资，足够你安稳发育很久。但四海公会暂时不接纳任何人入会。如果你有心合作，就以这次交易为起点，后续慢慢聊，直接交换物资吧。不过对于交换物资的明细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来查看。物资没有问题，可以交易。那是什么？终于让我等到了！只要杀了杨默，他身上的海量资源、高阶电传、稀有道具，全都归我们了。我们？你一个区区奴隶，也敢妄想分一杯羹？峰哥，您听错了，这杨默的所有资源都是您的，我们不敢染指。我不分资源也没关系，只要能看见杨默跌落神坛，失去一切，变成和我一样狼狈的奴隶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居然联合外人给我们设局！会长大人，我们快走！终于来了，
我本来确实打算交易完直接走的，但现在不用急了。我看到了朝思暮想的熟人，那边是会长大人你的熟人？是我最心爱的妻子，还有他的小情人呢。啊！哈哈哈！传闻中坐拥大量资源的杨默，今日终于让我亲眼见到。我不跟你废话，立刻交出身上所有资源、舰船材料、珍稀道具，否则我直接开船碾碎你的小快艇。杨默，你也有今天，乖乖投降吧，别再硬撑了。束手就擒，交出所有资源，还能留你一条全尸。想要我的资源可以，先把这2个人扔下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杨默啊，杨默，你如今穷途末路，无处可逃，居然还敢跟我谈条件！物资资源总有被挥霍耗尽的一天，但我的天赋特殊，能够无限刷新资源。答应我的条件，处理掉这2个人，我可以加入你的势力，为你源源不断产出资源。峰哥，不过是2个没用的奴隶而已，天赋低劣，毫无用处，丢进海里也不足为惜。赵峰大人，求求您不要丢下我们，我们还能干活，我们还有用处。饶命！我们以后一定拼死效力。杨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求你救救我们！杨默大佬，求求你手下留情，都是苏晴这个贱人挑唆我的，要杀就杀他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放开我！不要！杨默，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白眼狼！见死不救，自私自利！我当初只不过踹了你一脚，你居然想要我们的命！杨默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这样对我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人我已经帮你处理了，即刻加入我的狂涛王国。我可以不分解你的舰船，但你身上所有的资源必须归我调配。原来你创建的势力是王国模式，抱歉，刚刚的话我是开玩笑的，只是想让他们知道被人扔下海的滋味。玩笑，没有人敢和我开玩笑，你是在找死！方才我故意让王伦拖延交易时间，你的快艇速度是快，但你现在被我的火炮彻底锁死，想跑都跑不掉。再快，能快得过我的炮弹吗？大佬，加入王国我们就彻底失去自由了。识相点还能免你一死。加入王国之后，我可以破例让你从平民做起。至于你身后的女人嘛，我虽然不感兴趣，但我手下的兄弟可是馋得很呐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人和海里那2个人不一样，最不喜欢给别人当狗。你找死！立刻开火！只要人死了，他身上所有的资源、战船、宝物全都是我的。不入我麾下，日后必定是我称霸整片海洋的最大阻碍。今日必须斩草除根。来得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倒要看看你有多逆天！你资源再多，天赋再变态又如何？终究只是凡人身躯，在绝对炮火面前，我就不信有什么东西能挡下来。怎么可
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能挡住我的近距离炮击！没见过。A 级深海防护罩，别说你这区区舰炮，就连5阶迷雾海蛇的冲击与狂暴攻击，都被我稳稳挡下。你这中世纪的老旧铁炮弹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赵峰，我记住你了。今天暂且饶你，让你多过几天安稳日子。等我下次想起你，就是你的死期。至于你们，我还不想这么快杀死你，好好在王国享受当奴隶的日子吧。哈哈哈哈！祝你们过得愉快！哈哈哈哈！小波，你不能好死！终于走了。开火！继续给我开火，把他轰下来！老大，炮弹已经不多了。可恶！妈的！总算回来了。就是这个。这批比昨天的多。成了，白银级。连下脚的地方都快没了。够打一场硬仗了。累了这么多天，终于积累了足够的材料，能够升级岛屿。确认升级。是纯正的淡水，这下彻底安稳了。以后常驻海岛，再也不用担忧淡水枯竭的问题，同时也有了稳定的灌溉水源，可以培育植被，开垦土地。会长大人，这座小岛以后就是我们四海公会的了。在船上漂了那么多天，能在地面上奔跑的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。海域生存开启已满30天，全球幸存者初步发育完成。半小时后，正式开启限时玩法珍宝猎潮。届时，全球海域面积将等比缩小到1/20，全海域随机刷新超阶珍稀宝箱、神级材料宝箱、天赋碎片宝箱。宝箱品级远超普通掉落，宝箱刷新区域无规则分布，伴随海量高阶变异海兽围城猎杀，机遇与极致危险并存。届时，全海域所有幸存者将开启无规则争夺混战。卧槽！珍宝猎潮，大量高阶宝箱刷新，30天终于等来大福利了，这波必须暴富！别乐观啊！公告说了有高阶海兽围杀，本来海上资源就紧缺，现在还要抢宝箱，这根本是送死！我发现不对劲了，这次更新就是死局筛选，又是宝箱又是围杀，系统在故意淘汰玩家。完了，我现在的船才到2阶，遇到高级玩家和高阶海兽根本跑不掉。求大佬罩我，哪怕是王国模式，我也愿意加入。我也是，我168 100斤，颜值6分，胸大腰细。嘿嘿，
楼上的私聊我，发我照片看看。腰长腿细，的确是极品。大佬，珍宝猎潮要开始了，你还有心思看这些？随着珍宝猎潮开启，全球海域面积会直接等比缩小至原来的1/20，意味着遭遇其他幸存者和海兽的概率直接提升20倍。对别人来说是绝境洗牌，是被迫抱团的死局，但对我而言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天大机遇。这场珍宝猎潮就是我彻底碾压全球玩家、断层式拉开所有差距的最佳时机。只可惜我的万香熔炼天赋才是 B 级天赋，最高出白银宝箱。珍宝猎潮会掉落天赋碎片宝箱，也许妍妍你的 B 级天赋有机会提升到 A 级，甚至更高。既然是乱世洗牌，机会现世，那我就趁这次机会，把永恒方舟彻底武装到牙齿。主体5，主体6，主体7 ，A 级深海抗压合金全面升级，一口气全抽空了。防护裙边也出来了。A 级近防炮。这才是他该有的样子。后勤舱也激活了，这么快？上次伏击杨墨非但没能得手，反倒白白赔出去一台 A 级涡轮动力装置。不过好在珍宝猎潮模式即将开启，机会又来了。据世界频道公开发布招募消息，凡是天赋达到 C 级及以上能力实用的幸存者，我狂涛王国技术吸纳，入我势力者保你们在珍宝猎潮模式里人身安全，共享收益。狂涛王国全网招人，珍宝猎潮模式即将开启，乱世抱团为王。只要拥有 C 级及以上实用天赋、有生存战斗辅助能力者，全部秒收。入我狂涛王国，全程享受巨轮庇护，高阶海兽敌对玩家都有我方兜底抵挡，保你平安度过本次猎宝混战，名额有限。居然敢公开大批量招人，还有巨轮庇护王国！我刚好是 C 级采集天赋，这下稳了，不用在外面提心吊胆被海兽追杀。别着急冲。大势力规矩多，人心复杂，谁知道是不是画大饼？独行根本活不下去，有势力刀底，起码番多一条活路。这些人全在往赵峰那边挤。C 级门槛，共享收益。海洋末日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怎么这群家伙还是这么天真？现在的世界可是弱肉强食、吃人不眨眼的世界。苏晴和张浩辰跟随赵峰外面干活，还不是说扔下海就扔下海。在赵峰眼里，手下从来不是同伴，只是可以随时抛弃、随时牺牲的耗材和工具。铁血联邦全网招人 ，B 级战斗天赋优先，包团战资源，共同争夺高阶宝箱。飓风工会长期稳定势力，招收辅助、采集、侦查玩家，不压榨，不强制出战。小规模精英战队扩招，只收实力玩家，携手争夺珍宝猎潮顶级资源。我同样需要吸纳人手，扩充四海公会的实力。但我招人的原则是只求精不求多，而且一定要足够忠诚。我要的是能并肩的人，不是来求庇护。倒计时结束，珍宝猎潮模式正式开启。全域公告：全球海域开始等比收缩。全域面积压缩至原有的1/20。边界在向内塌缩，连我们岛边都开始卷窝了。会长大人，海域真的在缩小。银溪，帮我扩散这片雾。
雾墙把整座岛都包进去了。既然是猎宝狂潮，我绝对不能留守海岛。永恒方舟进阶，海岛进阶都需要资源，更何况银溪灵蛇的进化、徐妍妍天赋的进化也都需要考虑。但海岛的安全必须考虑，迷雾的范围必须扩大。你立刻唤醒族群，将你的同兄弟姐妹尽数唤出，留守海岛。好快！有迷雾笼罩，海底有迷雾海蛇族群，现在的海岛基地，寻常人根本靠近不了。妍妍，我们出海！出发！出发！四海公会称霸海域就在今朝！出击！海面目前还算平静，扫描了好几圈，全是普通海兽点。再等等，猎潮模式不会让我们空手的。终于出现宝箱了！方舟进阶4阶之后，所有 A 级舰载装备才算完全解锁激活。如今海域雷达的最大探测范围，直接达到了恐怖的300公里。不愧是珍宝猎潮模式。刚出海搜寻，第一个目标就是稀有黄金宝箱，运气不错。全速前进，目标右前方黄金宝箱，保持航向，全速推进。看到了，金光在那儿。妍妍留意水下，我来取箱。水面不对劲，宝箱下面有动静。体型不小，速度很快，是大型海兽。会长大人，水下有东西过来了！好大的家伙，蛇形海兽。看样子，算是小银的远房亲戚。没必要留守。电磁炮蓄能，开火！恭喜击杀3阶变异海兽幽影翼蛇，掉落奖励海神元晶乘1 ，C 级蛇类血脉碎片乘1。这东西有什么用？蛇类血脉碎片，人类、蛇系海兽皆可吞噬吸收。人类服用，重塑部分体质基因，概率解锁蛇类海兽专属特性，轻微体质变异。蛇类海兽服用提纯古老蛇系血脉，冲刷劣质血脉杂质，大幅推进血脉进化，提升阶位上限。虽然人类也可以服用海兽血脉碎片，但是系统说了，服下之后会产生体质变异。我可不想以后身上长鳞片，或者是嘴里长尖牙。会长大人，你别看我，我也不想。算你的机缘，刚好适合你，吃了。怎么，这可是 C 级的血脉碎片，放到世界频道交易，能换几百斤的海鱼呢。你倒嫌弃上了。荧光和血光缠在一起了。银溪这边稳住了，该收宝箱了。开启奇迹指定，触发最高奖励，检测到宿主奇迹制定天赋，锁定宝箱最高品级奖励。恭喜获得 S 级舰载无人机舱，可量产投放微型侦察攻击无人机，兼具全域隐身侦察、远程骚扰、自爆破袭能力。来得正好。别追了，我撑不住了，我自愿加入狂涛王国。别开火，我们让宝箱，所有物资都给你们，饶我们一命。就这点本事还敢抢宝箱？居然一路都没遇到海兽。黄金宝箱空的，趁没人得快。恭喜获得 S 级道具轻型医疗剑蓝图。本人正式成立中立公会天使公会，公会永久中立，
绝不主动攻击任何幸存者。全网招收拥有医疗治愈辅助天赋的玩家，我以 S 级医疗剑为全员兜底，保所有成员安稳发育。医疗工会。获得 A 级道具暗金能量核心，即刻使用，强化战舰。很好，趁着猎巢模式彻底壮大势力，等我稳住根基，下一次我定要亲手碾碎洋墨，称霸整片海域。这船是我全部家当了，不对，这和说好的不一样。你们在世界频道明明说好了，加入就给庇护，保我们安稳发育，为什么身份是奴隶？天真，有时候我都不明白，你们这么天真的人是怎么活到现在的。你这艘破船只是最低等的地级渔船，一无战力，二无资源，整体拆解价值寥寥无几。你既然不能给狂涛王国创造价值，那自然只配是奴隶。既然入了我的势力，身家物资尽数归公。现在打开世界频道，立刻发消息，就说你加入狂涛王国之后衣食无忧，安稳无比，没人欺负，资源充足。给我装像一点，不然直接丢去喂海兽。动作快点，把人都赶到甲板上去。跪好了，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路上了，开始说。给各位漂泊的兄弟说句实话，加入狂涛王国真的是最正确的选择。这里待遇极好，管吃管喝，有充足淡水和物资，没人欺压，大佬全程保驾护航，不用再惧怕海兽和敌人。嗨得不错，福利那面多停几秒。都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所有人每天必须在世界频道不间断宣传我狂涛王国。成功招揽5人，我让你们摆脱奴隶身份。各位还在海上漂泊的兄弟，狂涛王国待遇超好，每天管饱，有充足淡水，再也不用饿肚子啃烂水草。我之前被海兽抓伤，在这里得到了妥善治疗。赵老大心善，绝不苛待手下。狂涛王国真心收留所有幸存者。狂涛王国刷屏了，真的假的？加入王国就能有干净的淡水喝？我再也不想喝宝箱里开来的污水了。我的位置在234.98，56389，赵峰大佬求加入。大佬能不能先来接我？我饿了好几天，才吃了一块发臭的鱿鱼干，快撑不下去了。不错，把这些位置坐标都记下来。这些人和宝箱一样，都是我们宝贵的资源。总算结束了。听听成了。成功击杀3阶高阶海兽，获得海神元晶乘1。第10枚海神元晶终于凑齐了。资源齐全，即刻进阶永恒方舟。检测到资源齐全，是否消耗全部进阶材料，将永恒方舟进阶至5阶神剑。进阶。天哪！全部转化。恭喜！永恒方舟成功进阶至5阶神剑。5阶方舟也太帅了，完全像是海上的移动堡垒。救命！有没有大佬在？我遭遇5阶顶级海兽，根本打不过，谁都可以，求支援！求支援！水晶宝箱，黄金宝箱最高只能爆出 S 级奖励。而传闻中的水晶宝箱最高可爆出 SS 级奖励。准备出发。收到，会长大人。狂涛王国该清点家底了。最近这几天势力招收的人手情况如何？峰哥，每天固定有几十名幸存者主动申请加入势力，后台私信更是源源不断，全是想要寻求庇护，
投奔我们的玩家。那近期的物资收缴、海域狩猎收获如何？这几日船队全员出海狩猎，共计猎杀2阶海怪2头，掉落青铜宝箱1个，白银宝箱1个。船队里这么多人，没人敢私藏资源吧？我们是王国集权模式，私藏物资一经发现直接处死，没人敢冒死违规。把所有宝箱都拿上来，我亲自开启。动作快点，别让峰哥等。开启白银宝箱，获得基础海兽材料、终极精炼矿石、C 级天赋碎片。开启白银宝箱，获得高阶燃油、B 级舰船修复材料、B 级自动捕鱼装置、C 级章鱼兽碎片。开启黄金宝，获得 A 级狂鲨血脉碎片，效果不用后可融入深海狂鲨凶兽血脉，大幅提升肉身强度、水下爆发力、海域抗性，自带嗜血凶性，适配海战搏杀。深海狂鲨血脉，目前世界频道里从没见过有人开出类似的东西。有了这玩意儿，即便离开船只，我也能在海水里行动自如，绝对的好东西。峰哥要当场吞服。峰哥的气息完全不一样了。狂鲨血脉，狂鲨血脉，当真能让人脱胎换骨。好强的力量，这就是深海狂鲨的血脉之力。水晶宝箱，果然有好东西。全员听令，锁定5阶海兽海域坐标，所有舰队解除巡航状态，全速驰援。主炮阵列校准完毕，随时可以开火。杨墨哥，我们到了。先看看海兽的底细。那是眼甲巨蟹，体型也太夸张了。复眼、巨钳、尾部暗流，这怪物全身都是杀气。这么多船，全是来碰运气的。糟了，巨蟹被激怒了。他要反击了！所有人快退！船要碎了！撤退！快跑啊！5阶海兽连甲壳都破不开，可惜水晶宝箱近在咫尺，这可是全球第1只水晶宝箱。好坚硬的甲壳，也好恐怖的破坏力。快散开！别撞上！雷达扫完再动，先看清巨蟹的攻击盲区。那艘船在往巨蟹方向开，疯了吧？这是谁的船？胆子这么大！这可是5阶海兽，他不怕死的吗？这是纯粹找死啊！刚刚那么多火炮打上去都不破防，他一艘船单枪匹马也想撼动这头巨蟹。水晶宝箱果然被镇在最危险的地方。舰载电磁炮，全力充能。此前猎杀的5阶迷雾海蛇，鳞甲坚韧程度不输这眼甲外壳。既然电磁炮能够轻松破开迷雾海蛇的鳞甲，这厚重蟹壳自然也不在话下。锁定蟹钳关节薄弱处，精准打击。开火！命中了，关节裂开了。巨蟹在惨叫，他被打退了。我没看错吧？咱们打了那么长时间都没破防，他一炮就打掉了一只钳子。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这么大？我要破防了！完了，全球第1只出现的水晶宝箱要落到别人手里了。我看那位大佬好像有些眼熟，好像是之前在世界频道疯狂交易物资的大佬。糟了，巨蟹彻底狂暴了。方舟扛得住，别慌。全武器系统待命，舰载电磁炮启动过载蓄力模式，同时开启全域近防炮，舰载无人机集群升空，全舰武器系统解锁。巨蟹复眼，锁定双眼，剥夺他的视血。机舱全开，蜂群准备升空。3机激活，全机群依次解锁。蜂群升空，编队展开，从多角度包抄巨蟹。火线别松，
把他双眼给我锁死在弹幕里。蜂群规避残肢，从断前缝隙穿过去，继续绕袭侧翼。暗红水流扩散开了，巨蟹的势力在丧失。光合稳定，过载即将完成，等我命令。巨蟹完全乱撞了，水晶宝箱在晃，它挺起来了，腹部露出来了。机会，所有无人机锁定腹部核心，全员俯冲近身自爆。爆炸连片，巨蟹防线彻底撕开了。会长大人的火力配置太恐怖，五阶巨兽在咱们面前压根没有还手余地。近防炮，规模化蜂群无人机，还有电磁炮。咱们完全是一艘现役顶配军舰。全场所有人都破不了防的变异海兽，竟然被他全程碾压暴打。狂涛王国的钢铁舰队，赵峰果然来抢宝箱了。杨默来的居然这么快，他哪里来的这么多高级武器？一只5阶变异海兽，居然快被他一个人干掉了。巨蟹还没死透，赵峰就到了，来得真巧。全员听令，所有舰炮装填弹药，炮口统一调转，锁定杨默。所有炮口给我对准杨默。别动，先看他想干什么。杨默，这枚水晶宝箱不是你一人私有，你根本没有资格独自占有。原来这艘舰船的主人就是杨默，就是那个首次击杀3阶变异海兽的杨默吗？怪不得这么有实力。整片海域也只有狂涛王国、星火小队这些顶尖势力，才敢当面争夺水晶宝箱的归属吧？诸位都清楚，水晶宝箱乃是海域至宝，极其罕见。迄今为止，整片猎潮海域仅仅现世这唯一一枚。刚刚杨默的确出手重创海兽，但不可否认，在此之前，是我们所有人联手不断消耗变异海兽的体力，磨掉他的耐心。若无众人前期消耗铺垫，单凭他一人也难以如此轻松得手。所以，你想说什么？如此珍贵的至宝，属于整片海域的幸存者，理应人人有份，不能被一人独占。宝箱仅有1枚，独一无二，如何做到人人有份？简单，我们当众投票决断。在场所有幸存者全员参与投票，谁的票数最多，水晶宝箱便归谁所有。且最终获得者必须拿出物资补偿在场所有参与围猎、见证此战的幸存者。我在此当众立誓，若是这枚水晶宝箱最终归我狂涛王国所有，我保证，现场每一位幸存者都能领到一份补偿物资，最低品级不低于 C 级。绝不亏待任何一人。炮口没撤，补偿许诺。赵峰，你两手都不放，都在等我回答。好，那就给他们一个回答。杨默哥，船群和舰队都在看你。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啊！狂涛王国上千人。我四海公会却只有区2人，现场投票结果用脚想都能知道。我拒绝。哼，杨默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拒绝。今日我定要让你沦为全场公敌。杨默，你本就是作恶多端、恃强凌弱之人，今日我狂涛王国绝不能让你再得到这唯一的水晶宝箱。妍妍，别急，先让他把戏演完。方才这头5阶变异海兽镇守宝箱，你们所有人围在这里许久，炮火枪械轮番轰击，连对方一层甲壳都打不破，全程束手无策。是会长大人出手，精准破甲，碾压凶兽，才有了这枚现世的水晶宝箱。你们凭什么坐享其成？徐妍妍说的有道理，可赵峰那边……出来！那是张浩辰，他怎么会在狂涛主舰上？各位，
站在这里的苏晴，曾是杨默的最亲近之人，是他的妻子。当初杨默仅仅为了一点点物资资源，狠心无情，直接将苏晴活生生踢入深海。一个连朝夕相伴最亲近的人都能说抛弃就抛弃，说杀就杀的冷血之人，凭什么得到水晶宝箱？连枕边人都能狠心抛弃，这杨默也太冷血恶毒了。难怪全网都在避雷他，为了一点物资就能害自己亲近的人，独占宝箱也太正常了。坚决抵制杨默，不准让这种恶人拿到水晶至宝，交出宝箱，人人有份，独占至宝不配为人。宝箱，来。杨默，住手！我已经全场众人同意，你无权私占宝箱，立刻放下！你想成为全球所有人的公敌吗？封印破，天赋奇迹指定，发动。光柱冲上天了，这是什么级别的宝物？系统提示：恭喜获得 SS 级至宝万海核心，专属效果：掌控周身海域洋流，可自由改变海面水流走向，生成海流屏障与暗流漩涡，拥有海域海流控制权。这是 SS 级至宝，杨默随手一开就是 SS 级至宝，太离谱了！这种逆天效果居然能掌控整片海域，什么运气？居然直接开出了 SS 级神物！我多次针对杨默，此刻绝对不能让杨默拥有这等至宝。万海晶石必须是我的。所有人听令，全舰主炮、副炮全部装填，对准杨默，全力开火！所有炮口对准杨默，别给他任何反应时间。弹道锁定完成，全舰齐射，灯红，待命开火。疯了！狂涛王国要直接开战，快撤出这片海域，不然被波及会沉船的。就算那艘船再强，也挡不住一整支舰队的饱和炮击啊 ！SS 级至宝还没捂热，就要易主了。近防炮火力全开！炮弹太多了，从上到下全是。开启深海气罩。几发漏过来的撞上气罩了，甲板连震感都没有。这种级别的炮火覆盖，我不信你能扛得住。硝烟在散，方舟还浮着吗？炮火停了，烟也散了。赵峰，你打完了，该我了。怎么可能？一整支舰队的饱和炮击！离谱，太离谱了！全覆盖近防拦截加无敌能量护盾，这哪里是军舰？这根本是海上无敌堡垒，完全无解。杨默，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速速交出万海核心！如若不然，你将彻底惹怒全球所有幸存者，将成为全世界所有人的公敌。赵峰，你清醒一点，
你当是小孩子过家家吗？说给你就给你。现在是末日海域，不是和平年代。你这套舆论压制、道德绑架的戏码，在这片生死由实力定胜负的海域，一文不值。今日我即便当场杀光你们在场所有人，反而会有无数幸存者争先恐后想要投奔加入我的四海公会。四海公会难道就是杨墨大佬创立的公会？公会确认。还看什么？赵峰那边明显撑不住了。申请数还在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这群墙头草！自导自演的戏，观众散了。看到了吗，赵峰？你刚才问我凭什么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所有阴谋诡计全都毫无作用。在场所有无关人员，立刻退出这片海域10公里之外，超时未退者，视为与我杨墨为敌。今日，我要让狂涛王国彻底成为历史。再不走就来不及了，全速冲！医疗船，十字标志是天使公会的人。杨墨就此住手！狂涛王国麾下上千条性命，你怎能一言屠尽？末日海域，大家本就该团结互助，何必自相残杀，结下此仇？我不能杀他，他就可以明目张胆聚众抢我的宝物吗？方才他带队炮击我船，妄图掠夺 SS 级至宝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怎么不出来讲团结互助？杨墨，我的医疗船不以速度、战力见长，但掌控的资源是整片海域的命脉。你若是执意大开杀戒灭狂涛王国，我天使公会在此立誓，从今往后截断你四海公会所有高阶医疗物资交易渠道。你说了算吗？自然算的。我天使公会船上收拢了数百名拥有各类医疗治愈天赋的幸存者，整片海域80%以上的高阶疗伤药剂、急救物资、深海治愈材料，皆是从我们手中流出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所有合作势力全部封锁交易，无人敢也无人愿意与你四海公会往来通商。但只要你愿意停战，我天使公会在此承诺，从今往后，四海公会与狂涛王国皆是我天使公会的盟友、朋友，我们一视同仁，共享医疗资源渠道。苏婉这人，我倒是听说过，和传闻中的一样，是个蠢到家的女人。也好，有她出面施压，谅着杨墨也不敢再对我出手。末日圣母好啊，只要不在我这边，我可太欢迎了。好一个末日圣母白莲花！可天使公会掌握着海上超过80%的医疗资源，我没必要为了一个赵峰，断掉日后所有高阶医疗物资渠道。换个打法，釜底抽薪。就这么办。既然是苏会长亲自出面调停，给足情面，那此事我就此作罢。本以为今日必死无疑，没想到靠着天使帮会的调停，竟真让他停手了。停战可以，我有一个条件。狂涛王国必须无条件答应。你要物资补偿，还是要分出部分宝箱资源？都不是。我要你当场开放狂涛王国所有权限。杨墨，你这是要毁了我的根基！你想活，就必须答应我这个条件。从现在起，你麾下所有成员，但凡有人愿意脱离狂涛王国，你一律不得阻拦，不得追责，不得秋后算账。他没有选择杀戮，这是要把狂涛从内部瓦解。不可能！我绝不答应！你平日里在世界频道造势，自诩海域救世主，口中日日挂着公正大义、救死扶伤。既然你的狂涛王国如此深得人心，人人向往，
为何不敢开放权限，让手下众人自由选择？倘若狂涛王国真如赵峰说的那般，即便开放脱离权限，也不会有多少人选择离开。杨默，你故意提出这种条件，就是想趁机挖狂涛王国的人手，扩充你的四海公会。苏会长，你千万不能答应他这个险恶用心，这是赤裸裸的吞并算计。我哪怕穷死、饿死，也绝对看不上张浩辰、苏晴这种忘恩负义、趋炎附势的小人。我若真想收拢人手、吞并势力，如今的四海公会规模早就碾压整片海域。废话少说，速速给我做出决定！如若不然，我即便顶着天使公会与我彻底决裂，也要在此地彻底灭杀你狂涛王国！杨默，你真要逼我到这一步？人没了可以再招，但命没了，可就什么都没了。老大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好，我开放权限。留在狂涛王国，起码有舰队庇护，有物资分配，能安稳活下去。一旦脱离势力，孤身一人漂泊海域，没有补给，没有庇护，早晚得死。看到了吧，末日海域抱团取暖才是生存根本。我狂涛王国深得人心，没人愿意脱离。厉磊退出狂涛王国。系统提示：船员周强退出狂涛王国。系统提示：后勤人员张雅退出狂涛王国。系统提示：战斗队员王浩退出狂涛王国。苏会长，现在就该轮到你们天使公会出面了。你既然看不得这些人死在我杨默的手上，那就请你暂且妥善接收这些脱离狂涛王国的幸存者。我天使公会心系全人类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。第一编队就绪，检查药箱和登记设备。二编队跟上，沿安全航线推进，注意避开暗流区。请按次序出示脱离码，伤者优先登艇。这边！他不是最喜欢扮演圣母，收拢人心，打造善意人设吗？既然他这么喜欢做好人，那狂涛王国退出的数百人，就算我亲手送他的一份大礼。我倒要看看你天使公会有多少资源，能养得起这么多人。现在走，不会被发现。张浩辰不会放过我。苏晴，你敢！贱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的天赋是 B 级宝箱掌控者，刚刚晋升为小队长，你就想退出王国？没有，浩辰，你误会我了，我真的没有别的想法。
你看杨默发达了，想去找他是不是？没看见杨默身边站着个女人吗？长得比你漂亮，身材也比你好。你看看现在的你，我大发慈悲把你留在身边，还不知道感恩。全员听令，所有舰船立刻撤离此地，返航！走吧，别回头。玄武停了，安全了。控场完成，他跑不掉了。全球海域发现的第6个水晶宝箱，归我了。炸弹命中甲缝，防御正在撕裂。就这样，彻底压制。目前舰船助战武器只有电磁炮，综合杀伤力已经渐渐跟不上高阶海兽的强度。若是未来遭遇6阶甚至更高阶的深海凶兽，现有火力只会捉襟见肘。这一枚水晶宝箱，希望能开出 SS 级的武器吧。天赋奇迹指定，发动！恭喜开启水晶宝箱，触发极品掉落，获得 SS 级高空战略武器全天候轨道卫星，可全天候高空悬浮，全域海域卫星扫描锁定，蓄能后可释放从天而降的湮灭光束打击。高空战略打击，从天锁敌，而且正好和我的雷达形成互补。全天候轨道卫星升空，轨道锁定，探测翼展开正常，深海湮灭卫星部署成功，全域探测模块激活。从几百公里扩到全域，数据全进来了。自动24小时刷新一次全域视力、舰船、地形位置信息。卫星数据接入正常，全域海图开始解析。只有单颗卫星，暂时还无法做到实时动态定位。但即便如此，覆盖全域海域的侦测能力，在末日海域已经是顶尖顶配，性价比与战略价值无可替代。这里是四海公会的海岛，当前距离此地1600公里。这里是天使公会医疗船队，当前距离此地3200公里。这里是兆丰残余狂涛王国舰队，当前距离此地2600公里。船侧海域出现异常能量波动，是我方潜艇信号正在上浮。会长，重大发现！我刚刚潜入深海未知海域勘探，意外发现了一处超大规格的天然海底油田，储量极其庞大。在此之前，整片海域没有任何稳定产油渠道，所有燃油物资只能靠宝箱抽奖，击杀高阶海兽极低概率掉落。只要能顺利开辟海上油田，那就意味着超过80%的海上燃油就都掌握在我的手中，垄断就代表绝对的定价权。阿凯，做得不错，不愧是我创建四海公会后亲手招募的第2名核心成员。那还不是会长您耗费资源，把我的潜艇全面升级，全部换成了深海抗压合金，要不然我也发现不了那处海底油田。阿凯标注的可开发资源点，储量评估已展开。这处油田的规模足够改变整片海域的能源格局。既然发现了海底油田，那就必须要有对应的钻井平台配套开发。工会库存里能换钻井平台的筹码不多，先前我用开出的 B 级天赋碎片将妍妍的天赋进阶到了 A 级，他用3枚黄金宝箱合成的这枚水晶宝箱刚好派上了用场。全域活宝，玩家杨默上架稀有宝箱，开放全网交易。我操，水晶宝箱，我没看错吧？疯了吧？这东西居然有人拿出来交易，这可是能开出 SS 级神物的宝箱，到底什么物资才能和水晶宝箱等价交易啊？交易条件只有一个，仅此一物，专属兑换，海上石油钻井台。专门换钻井平台，他居然要换这个基建设备，
这说明杨墨大佬绝对发现了大型海底油田，不然根本没必要这么换。我操，这也太牛了！别人还在为燃油精打细算，他直接要垄断整片海域的石油资源了。随他们猜，我只要钻井平台。难怪他敢拿出水晶宝箱交易，这是要靠一座油田拿捏整个海洋末日的命脉。海上全自动钻井平台，最低也是 S 级战略物资。就算有人手中掌握此物，也绝不会轻易仓促交易。与其空等交易，不如趁这段时间全力升级永恒方舟，检测到充足进阶资源，永恒方舟开启6阶进阶。恭喜！永恒方舟成功晋升6阶战略舰船，解锁6阶专属特性。超能适配特性效果：舰船搭载空间、能源承载力全面质变升级，可无上限适配，兼容所有舰载设备，同时解锁舰载停机坪、大型物资内置仓储区。6阶方舟成型，我的海域战力再上一层台阶。救命！有没有人在附近？我在东部远海撞见了一片超大诡异迷雾，我好奇驾船深入探查，迷雾深处隐约看到了岛屿轮廓，是陆地，真的是陆地！那里全是高阶变异海蛇，密密麻麻围上来，我的船快撑不住了，求支援，求救援！难怪有大量海蛇镇守，这绝对是顶级机缘，核心宝地！快，所有人立刻往东部远海集结！倒是好本事，居然敢把主意打到我的海岛基地头上！永恒方舟，全速前进，目标我方海岛基地。黄涛舰队重新集结，这一次不会再输了。杨墨，你再见到我时，会发现我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，这些兽化成员才是我真正的底牌。海岛基地，上次杨墨害我狂涛王国实力大损，好在天不亡我，现在我狂涛王国上上下下都得到了海兽血脉碎片，不仅体质强化，更能入海作战。现如今，我们狂涛王国实力暴涨，资源人数更是膨胀数倍，应该是全球排名第1的势力了。整片末日海域第1处陆地，这种天大机缘，绝对必须属于我狂涛王国。所有船只全员听令，全速前进，目标迷雾海岛，出发！再这样下去，医疗舰队撑不了多久。会长，情况不妙。自从上次大批量接收狂涛王国退出的幸存者之后，我们所有医疗船的船舱空间彻底饱和，物资库存、医疗耗材全面紧缺，已经难以继续收纳更多幸存者了。海岛基地，只要拿下这片唯一的陆地，我天使工会就有了固定据点，届时便能彻底解决船只拥挤、资源不足的困境，安置无数流离失所的幸存者，救助更多绝境之人。全员听令，立刻调转船头，目标迷雾海岛。总算抢在所有人前面。如今兆丰的狂涛王国、苏婉的天使工会，还有整片海域的大小势力，全都朝着这里奔赴而来。那这层用来护岛、阻隔外人的迷雾，也就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了。小银，让你的所有兄弟姐妹全部收拢到海岛附近10公里范围之内，暂且蛰伏起来。一旦有船只靠近，听我号令，全员攻击！从此刻起，这座岛正式现世，无关者可以离开了。走了，那些凶得离谱的海蛇全都退走了。刚刚我们明明已经必死无疑，怎么突然全部撤离了？还有这迷雾，笼罩整片海域的大雾居然彻底散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看，东边海面有大批白色船队，是天使工会的医疗船，数量起码几10艘。西边是狂涛王国的舰队，还有正前方那艘体型碾压全场、气场恐怖的巨型战舰，是大佬的永恒方舟，居然第一个抵达海岛。全海域的眼睛都盯着这里了。此地海岛自诞生之初便归我四海公会管辖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、任何势力不得擅自踏足，违者视为与我四海公会全面开战。
王上，毫无动静。杨默，凭什么所有机缘好处全都被你独占？我如今早已今非昔比，我得到了海兽之神的眷顾，觉醒了完整 S 级狂杀血脉。被困在这片末日海域的，不止你们人类，我们海兽一族同样被禁锢于此。赵峰，别忘了你和我之间的协议。自然不会忘记，我登顶人类之主，我们划海而治，人兽互不侵犯。我替你四处搜集高阶血脉碎片，源源不断为你提供力量，更派遣麾下海量海兽助你征战。别让我失望。是。不能再拖了，杨默，这座海岛是整片海域唯一的陆地，此地关乎所有人类幸存者的兴衰存续，不是你一个人能够私自独占、私自决定归属的。海岛进阶，它在变大，这怎么可能？简直神迹！能在所有人面前当场升级海岛，足以证明这本来就是我的专属私产。别拿人类兴衰这种大义来绑架我，我不在乎。你们若是想登岛生存，寻求庇护可以，但一切的前提是我允许。连海岛进阶权限都掌控在他手中，看来这座岛的归属真的是他的。可是这片末日海域仅此一座陆地据点，关乎千万上亿的幸存者的安危存续，绝对不能由一人独占决断。杨默，我承认海岛是你先发现先掌控的，但它承载着所有人类的希望，不该被私人垄断。不如我们共同开发。天使公会愿意倾尽资源助力海岛升级扩建。海岛归属权自始至终只属于我，不存在共享一说。只有我允许你们登岛，你们才有立足之地。至于你，赵峰，想要登岛也简单，把张浩辰和苏晴扔下海，我可以考虑准许你们残部登岛避难。妈的，杨默，你别太过分！一模一样的把戏，你还想再耍我们一次？老大，我们如今全员觉醒海兽血脉，实力暴涨数倍，还有海量海兽大军助阵。我就不信他杨默能凭一己之力杀掉我们所有人！所有人听令，全员 C 级以上血脉异变者即刻下海备战，全舰队炮口填充弹药，全部对准永恒方舟。麾下所有海兽军团全军出击！今日我要斩杀杨默，独占海岛机缘，一统整片海域。撞他龙骨！杨默，你的死期到了。赵峰，你们全员吞噬海兽血脉，彻底异化畸变，已经算不上纯正人类了。今日斩杀你们，我没有半分负担。深海湮灭卫星，蓄能，锁定打击。近防炮全开，无人机集群升空拦截。海岛刚刚进阶成型，植被地貌、基建雏形尽数完好，绝不能被炮火糟蹋损毁。深海气罩，给我护住海岛！海神雕像启动，海域威压释放！这防御力也太恐怖了！无人机集群全域轰炸，卫星继续轨道压制。会长大人，小心！ S 级单兵机甲覆盖。
先解决一个，这力量怎么可能？我死了！先炮开火！高武捕捉模式开启。高武战斗模式激活，全自动捕捉敌方走位，预判动向，锁定。杨默，今日之事我记下了。黑袍，你出尔反尔！没用的东西，不堪一击。既然你们挡不住梁默，那我在你们身上耗费心血培育的海兽血脉，我就通通收下了。这是什么怪物？检测到高阶海兽8阶变异9头鸣蛇正在吸收血脉能量，急速进化中。轨道卫星锁定9头鸣蛇，全力开火！断口还在动，它在再生。不对，它的实力还在暴涨，8阶突破了，这是9阶，竟然是真正的9阶顶级海兽。我的 SS 级卫星湮灭武器，已是我目前最强远程火力。如此恐怖的一击，竟然只能暂时重伤他，无法彻底灭杀。重生速度远超破坏速度。苏婉，你手上有没有多余的 A 级天赋碎片？全部交易给我。我这里仅剩2枚 A 级天赋碎片，即刻交付给你。妍妍，之前我们征战所得留存了1枚 A 级天赋碎片，你的天赋万香熔炼之前已经进化到了 A 级，想要从 A 级进化至 S 级，需要3枚 A 级碎片凑齐概率条件。如今3枚碎片尽数集齐，即刻开启天赋进化。会长大人，天赋进化只是概率成功，并没有100%把握。万一进化失败，所有碎片就全部白费了。没有万一，相信我。天赋万香熔炼，进阶概率锁定，进阶成功，恭喜 A 级天赋万香熔炼进化为 S 级专属天赋万海神柱。全网所有势力幸存者听着，我现在需要你们手中所有水晶宝箱、黄金宝箱。我们星火小队愿意交出珍藏的1枚水晶宝箱，全部上交。飓风公会上交2枚黄金宝箱。天使公会库存清空，上交2枚黄金宝箱，全力配合。3枚封印完整黄金宝箱，取出确认。1枚水晶宝箱，6枚黄金宝箱。妍妍，启动万海神柱，全力熔炼。我明白了，杨默是想赌最后一线生机。水晶宝箱之上，还有传说中的海神宝箱，唯有神级宝箱才有可能开出斩杀9阶巨兽的终极武器。但这一步实在太过冒险，一旦熔炼失败，开出无用物品，我们所有人将彻底无力回天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无条件相信杨默，相信他能创造奇迹。会长，熔炼成功。绝境翻盘，在此一举，开箱！方舟系统恭喜开箱成功，获得 SSS 级唯一性神器海神蛛魔戟。检测到神器挂载联动，全功率过载运行中，机体负荷极限飙升。超限解锁。命中了，猪头炸了！还是不行吗？连 SSS 级武器都杀不死他。这怪物的重生能力根本无解，
我们今天真的要全军覆没了。怎么会？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九阶凶兽被彻底斩杀。太好了。契约立下，这座海岛所有权、管辖权、进阶权，尽数归我私有。各大势力可划分专属区域，共同开发、经营、驻守，共享海岛资源与安全庇护，但任何人不得僭越主权。你居然还活着！张浩辰，都是你！跟着你们狂涛王国，我落到这般下场！贱人，你除了那张嘴还有什么用处？海域环境巨变，深海漩涡模式、全域极夜模式同步开启。怎么办？漩涡过来了，我们要死在这里了！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没有一天顺利过，次次倒霉。早知道当初我就一直跟着杨默，他格局、实力、人品比狂暴王国强1万倍！